就在8月25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命令，将俄武装力量扩编增加13.7万人，使其总人数达到115万人。而在这次扩军之前呢，裁军曾是俄罗斯军改的主旋律。如今大大小小的军改加起来已经有10几次了。本以为俄军会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眼前，但是看过这次俄乌战争中俄军的表现后呢，大家才发现，经过这10几次军改，俄军反而变得更拉了。那么，为什么俄军的战力不但没有得到提升，反而还呈现出一种下滑的态势呢？今天大兵来和各位聊一聊俄军军改的问题。如果说在上世纪90年代的第一次车臣战争中的拉胯表现是苏联解体后的水土不服，那么这次俄乌战争中俄军表现出的种种不足，都充分暴露了俄军在应对大规模战争时的致命缺陷。其中呢，大兵认为俄罗斯的军队结构和人力问题才是这场战争结果的关键因素。而目前而言呢，俄罗斯军队缺乏人力，尤其是步兵。为什么这一点会发生在世界强国俄罗斯身上呢？这就要从俄罗斯部队的设计来讲起。自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军工行业经历了多次改革，但是大都以惨重失败而告终。例如1992到1994年的企业军转民改革，俄罗斯大幅削减国防预算，强迫军工企业向民企转制。在此期间呢，有719家军工企业实施了军转民，裁员高达210万。这一点呢，对于俄罗斯国内的军工体系也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使其军工生产能力大幅缩减，科研人员大量流失。而到了1998年，俄罗斯又开始缩减财政拨款，导致其国内80%的军工企业破产。但最终改革计划完成率还不到30%，这种情况直到普京上台后才有所缓和。2007年，那时候的俄罗斯还维持着前苏联的动员体系，部队数量虽多，但是充实度很差，常规部队的大量编制都是空缺，打起仗来经常无兵可用，只能依靠动员兵在战时大量快速扩充部队。在2008年的俄格战争中，俄罗斯部队表现得极为差劲，面对格鲁吉亚这样的对手，参与过2次车臣战争的第58集团军还是打成了一团浆糊。战斗中，上级找不到部队，士兵找不到军官，各单位各自为战。俄军指挥部队居然依靠手机打电话，导致指挥部位置被俄军发现，招来了炮火打击。自家最精锐的部队打个格鲁吉亚都打成这样，那么其他军队的状况是可想而知了。于是，为了解决战争中暴露的问题，时任国防部长的谢尔久科夫就有了军改的想法。毕竟这时候的国际油价正处于历史高点，国内的财政比较宽裕，而且在外交环境上，俄罗斯和欧洲国家的关系还不错，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的风险。于是他放弃了此前苏军大规模全面战争的思路，而是去学习美国的经验，以局部反恐战争为主，希望将俄军改造成一支用于小规模战争的军队。在这次军改中呢，俄军进一步缩减了陆军的规模，从原本的40万裁撤到了30万，并用省下来的钱用于升级装备，淘汰掉那些苏联时期的破烂。这次军改后，俄军的单位数量从1800多个缩减到170多个，几乎所有的师都被改编成旅了，动员师直接全部撤编，多余的军官也被裁撤，将那些不满员的部队裁撤。这次呢，军改还降低了俄国的义务兵服役期限，将其缩短为1年，用合同兵来代替义务兵，几乎将所有的预备役部队全部撤编，从而希望能借此提高部队的职业化程度。那么这种改革有没有问题呢？当然有。首先，谢尔久科夫的师改旅并没有考虑到俄军在各方面所面临的军事政治形势和庞大的国土防御面积，并且大幅度裁员会导致许多军官下岗。在得罪人的同时呢，军队还会由于裁减速度过快而降低了指挥质量，再加上其军事制度的建设失败，更是严重破坏了底层指挥员队伍。同时，在谢尔久科夫的主张下，要求俄军要有最好的武器，但在哪儿生产不重要，同时还要求俄军工企业提高质量，降低价格。这导致其国内的军队和军工复合体之间的矛盾激化，最终让军工产业形成垄断客户模式，这也让其军工企业的效率变得更加低下和落后。这就是为什么俄军很少再去研发像 T-14这样的新装备了。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改革实在是太烧钱了，毕竟合成旅是需要大量的技术装备的，这需要很多的钱，而想要玩好这些技术装备，
又需要大量的技术人才，这同样需要不菲的投入。很快，随着2008年国际油价的崩盘，谢尔久科夫的军改也随之中断。虽然这时候的俄军已经完成了部队的精简，充实度大大提高，但是由于经费不足，在其各部队当中仍充斥着大量的义务兵，再加上俄国服役期限的缩短，这使得义务兵几乎没有什么战斗力。再加上俄国的经济问题，使其改编后的部队依旧缺乏技术装备，和设想中的精英部队完全脱节。很快，谢尔久科夫就因为贪污腐败问题不得不下台，由绍伊古接任俄国防部长。在邵大帅上台之后呢，马上就开始了拨乱反正。首先，绍伊古恢复了在谢尔久科夫军改前的部分师级部队，例如近卫第2塔曼摩托化步兵师、近卫第4坎杰米罗夫卡坦克师和攻克柏林的第150伊德里察柏林摩托化步兵师。这些都是苏联时期名声显赫，但是被谢尔久科夫军改裁撤整编的荣誉部队。此外，绍伊古还恢复了一些动员式的编制，使其陆军员额达到了35万人，而这35万人则是组成了80个战斗旅团。绍伊古认为，恢复荣誉部队的称号有助于提升军人的荣誉感，使部队拥有更加深厚的历史传承。而另一方面呢，相较于小编制的合成化部队，大编制、兵种单一的大兵团显然对于单兵素质的要求更低，更加符合俄军部队中大量义务兵的现状。不过，由于根据俄罗斯法律规定，义务兵只能用于防卫本土不被入侵，不允许被随意派遣到国外作战，再加上就服役1年时间的义务兵也实在是没有什么战斗力，因此绍伊古对于谢尔久科夫军改中的旅营级单位开始了进一步改变，其士兵依旧是以义务兵为主，但是如果是在境外作战时，旅级部队会抽调出部分合同兵，组成一支营级战斗群来进行作战。营级战斗群的人数在700到900人不等，最常见的 BTG 以一个摩步营配属一个坦克连、自行榴弹炮营、防空排、工兵班和后勤保障分队构成。从这里呢，咱们也能看出啊，这个 BTG 虽然名义上是个营级单位，但是呢，它却配备有整个旅的指挥机构、装甲力量和炮兵，可以说是直接将旅部军官下沉到营来指挥作战，从而形成一种临时的合成化部队编制。相较于别国普通的营级部队，俄罗斯的 BTG 可以说是独树一帜。它有着旅级的火力和技术装备，同时还拥有属于营级的机动能力。如果是用这种编制的部队去打一打局部反恐战争什么的，那显然是足够了。例如，在打击叙利亚的恐怖组织的时候，俄罗斯的 BTG 就表现得相当强悍，仿佛过去车臣的惨状已经成为历史了。因为如果单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绍伊古的军改还是相当成功的。但是绍伊古没想到的是，在他任职的这些年里，俄罗斯和北约国家的矛盾日益加深，其主要敌人已经不只是那些恐怖分子了。北约这个庞大的军事集团重新成为俄罗斯的假想敌，因此谢尔久科夫那主要围绕着小规模局部战争作战的部队，很明显已经不足以和北约开战了。而在之后的时间里，绍伊古虽然也对军队做出了一些修改，但是始终没有造成本质上的改变。其最终的改革结果就是，俄军部署的机动编队只有很少的可用步兵，但其依然随身携带了许多装甲车。而这一点的缺陷呢，在俄乌战争中也被无限放大。要知道，无论是步坦协同还是城市战环境，步兵往往都是至关重要的。坦克和装甲车在没有步兵保护的时候，很容易遭到敌方反坦克部队的歼灭。城市战中缺少步兵的部队，即便是打下了一块占领区域，也无法将其牢牢守住。正是因为装甲车和步兵差距过高的比例，才让战场上出现了许多被俄罗斯军队遗弃的车辆。而且即便是这次俄罗斯出动的兵力也很多，但是呢，如今的 BTG 已经无法发挥战斗力了。毕竟在局部反恐战争中，俄军的一个集团军往往只有1-2个 BTG 在前线作战，这使整个集团军的资源实际上都是配备给这几个 BTG 的，无论是空中支援还是炮火打击和后勤供应，都能充分做到。但是如果将其投入到俄乌战场，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战场上，俄军投入了几十甚至上百个 BTG 进入乌克兰，这对于其集团军而言是很有压力的。毕竟所有的 BTG 都被当作营级部队投入作战，
但其消耗的资源却要占据一个旅，因此上百个 BTG 都无法发挥其全部战斗力。这样俄军打的拉胯就不奇怪了。而至于之前车臣军队进入乌克兰，其实也是因为其兵力不足而导致的。同时，这次的俄乌战争也暴露了 BTG 的其他弱点：一、可用机动力量的短缺。机动力量的缺乏可以说是极大地限制了 BTG 应对复杂情况的作战能力，使其没有任何办法做到在集结部队进行进攻行动的同时，维持侧翼和后方的安全。同样，还是由于缺少步兵，使得 BTG 过度依赖炮兵火力杀伤，导致其难以在对其前线部队的进攻时坚持住。二、大家都知道，俄军这种 BTG 编制是需要有大量高级军官下沉到一个营团级作战单位去进行指挥的，例如将旅级的少将、大校什么的派去指挥营级战斗。这样的话，基本上4、5个俄军士兵就能摊上一个军官，其密度简直高得吓人。因此，在前一段时间呢，大家会明明发现俄军也没有什么重大伤亡，阵亡名单里却有着一堆高级军官。三、不够持久。BTG 的能力在集中对付单个单位的时候确实十分知名，但是如果他的对手是快速而且分散的机动力量时，其火力优势便会被削弱很多。美军对 BTG 的评价便是火力很强，反应很快，在遇到这种对手的时候，最好要一直保持机动，不被抓住。但是反过来说， BTG 对于美军而言，无论是机动还是感知能力都不够，相对容易被发现，而一旦发现一次，就是一次惨重的损失。毕竟那些缺少编制的传统师级单位还能撑到一兵一卒，而 BTG 一旦缺编，怕是要直接失去战斗力。而乌军这几次对俄军的 BTG 比较成功的战术行动，也正是因为先一步发现了俄军单位。再加上战线的拉长，使得后勤无法保障，同样会使得其火炮无法发挥最大实力。而乌军目前也正在利用自身的机动兵力优势，在运动中寻找 BTG 的弱点，这也使得其指挥官能够对俄军执行最优打击。如今，为了这场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俄军几乎调动了所有的一线武装单位，就连勘察加半岛的驻军如今也被正式调入乌克兰境内参战。要知道，这支军队即便是在苏德战争中最残酷的阶段，也从未离开驻地。除此之外呢，还有塔吉克斯坦的俄军第201军事基地，自从1991年以来，从没有离开过中亚地区的一支部队，如今也上了乌克兰前线。而这次俄国的扩军，也证明了俄军人力短缺的情况。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于俄罗斯这几次军改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喜欢本频道的朋友，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